大家好，我来啦！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的第一次正式的去大医院的产检。去的当天呢是2025年2月21号，按着预约的日期，我们一早开车前往9大医院。因为是第一次正式的产检，检查的项目和花费的时间呢都会比较多。其实根据上一胎的这个产检经验啊，想想其实挺头疼的。虽然是这个预约制，但是每次来医院都要待上2-3个小时，尤其是到了孕后期，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真的挺煎熬的。但是没办法，去大医院看病就是这样的，人多，所以这种时候呢，就凸显了小诊所的优势。我们是早高峰过了之后出发的，一路上开的呢还是很顺畅的，没有什么堵车的情况。但难点是在找车位这一块儿，来的晚呢就得去停车场里来回转悠，有的时候你得转悠半天才能找到一个车位。往往这种位置呢都会离医院大楼的正门会比较远，要走很多的路。而最让人崩溃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停好了车，从停车位往外走的时候，你会陆陆续续的看到优质停车位的出现，这个时候心情就会非常的复杂。但是没办法啦，你车已经停好了，几乎不太可能为了这个优质停车位再去挪车。但是我老公就特别在意这一点，每次都会叨叨个半天。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医院的大厅。因为我不是第一次来这家医院看病，所以已经有了这个就诊卡。这个卡里呢包含了你的个人信息啊、预约信息等等。你来到1层大厅之后呢，到自助机上把卡插进去，然后自助打印当天的就诊票就可以了。就诊票打出来之后呢，它上面会详细的写着你今天要做的检查，然后每一个项目要去哪一层，写的都很详细，也便于你去找到这些地方。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呢，你就要先拿着之前小诊所帮你约好的这个受诊约票，还有你个人的相关其他资料，到1层的这个挂号处去办理这张就诊卡，然后再继续我上述的那些操作。不过这里也要小小的提示一下，办理就诊卡就要花去一定的时间。因为按着预约的时间呢，我还是提早了半个小时到达医院，所以打印完就诊票之后呢，没有先着急上楼，我们就先在1层转了转。在转角处呢，就发现了有一个全部都是孩子们做的小手工，内容呢就是小吃的这种一条街上的各种美食小摊位，做的都非常的可爱。很多这个日语也看不太懂，所以一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呢，旁边看到了一棵小小的圣诞树，上面写满了卡片，爱心的形状，然后有日语、韩语、英语，旁边呢就贴了一个说明，我呢就用软件翻译了一下，然后大概意思呢就是说，日本每年大约会有2500名儿童患上癌症，它是导致1到14岁儿童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是一种常见病。我不知道这个软件它翻译的是不是绝对精准啊，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小区域办的活动呢，就是您制作的每一杯柠檬水都可以帮助拯救那些正在等待癌症治疗的儿童。虽然我们来的时候这个活动没有办，但是看到这样的活动呢，就会觉得很感动。如果现场这个活动正在举行的话，我想我们一定会来参加的。接着呢，拿着就诊票，就是这张粉色的这个纸，直接来到4层。它屋里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量血压的机器，还有一个体重秤。每一次来都要先去测量一下血压，称一下体重，把你的体重写在这个血压的纸上，塞到这个文件夹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健康保险证，每次就诊都要带着的住城券，还有母子手账。
一起都交给那个前台的护士。因为你第一次来，他们呢要审核一下你的保险资质，保险能不能正常的使用。比如说你赶上换工作期间来就诊，保险处于一个暂停的状态，你自己又不知道，那护士呢也都会及时的告诉你，等待叫号就可以了。当这个快要叫到你的号码的时候，护士这边呢就会通知已经提前帮你安排好的中文翻译，这个翻译呢就会提前来到你的身边，然后等待就诊。因为是第一次的正式产检，他们会有很多的详细的说明，还有一些调查问卷需要你来填写。像我刚开始说的，每次来医院都要花上2-3个小时的时间，很煎熬。其实跟医生面对面的去问诊啊、做检查，这些都挺快的，不是很花时间。最费时间的就是这些说明，还有填调查问卷。又因为你语言不通，需要第3个人参与到里面，所以花的时间就是双倍的。像我今天填的这2张表呢，其中一张是妇产科门诊询问表，它大概呢就是要了解你身体的一个状况，你有没有药物过敏啊，抽烟吗，喝酒吗，之前生过几胎，有没有流产的经历等等。这个呢就是帮助医生护士来了解你身体的状况，因为也是高龄产妇嘛，所以要特别的注意。第2章呢就是部分内容会稍微有点重复，会问你的生活环境，因为作为外国人，他会了解你在福冈已经住了多久，可能你的家人在国内生活，那如果你生了宝宝之后，身边有没有家人能为你提供帮助，照顾你的身体？如果遇到困难呢，有没有可以商量的人？和丈夫还有妈妈是不是可以做到无话不谈？其实这背后的隐喻应该还蛮多的，大家一听应该就能明白了。如果说生了宝宝之后没有人能给你一个很好的照顾，或者你老公要上班的话，社会上呢也会有一些福利条件，然后可以来帮助到你。比如说你可以申请相关的专业人员上门帮你做饭啊，照顾宝宝，然后你要负担一个交通费。经过了一系列的说明等待之后，我终于见到了医生，然后可以开始今天的检查。随着各国的人来日本定居，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今天呢，这个翻译姐姐就实在是忙不过来，这家医院里的中文翻译只有她一个人。前面的部分呢，他跟我见了面之后，他就赶到了另外一个区域的病房去忙了，结果回不来。但是也不用担心，叫到号之后，走到医生的那房间，他们呢会用一个软件，然后里面呢会在线的有一位翻译人员，就完全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进去以后也不用尴尬的坐在那儿等着，直接就可以开始问诊。跟医生简单的沟通之后呢，医生就问我有没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我除了这一胎有一些孕反，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到影响生活的那种，其他身体状况都很 OK。然后马上呢就安排我去做 B 超了。做 B 超这个环节呢是让我非常安心的，跟国内相比。做 B 超的时候，你要把裤子都脱掉，就是自己非常私密的部位要暴露出来，然后给医生和护士看。在国内的时候，每次做 B 超都会其实挺尴尬的，即便医生和护士都是女性，你还是会很不自在。但是日本这边呢，他做 B 超就是进到一个房间里头，有第1道帘子挡着你，先把裤子鞋全部脱掉，之后进到第2个小空间里，就是一个全自动的电动椅，护士会提前在椅子上铺一张一次性的纸，你呢可以很放心的坐上去，它很干净卫生，椅子的状态看着就永远都是新新的，非常干净，而且是淡粉色。坐上去以后呢，它会旋转到医生需要看的那个方向，那个椅子还会把你的腿自然的分开。这个身体和医生之间还会有一道帘子，就是做 B 超的整个过程，你不会看到任何的人，就完全的不尴尬，即便给我照 B 超的医生是男性。这边照 B 超呢，它会有一个屏幕给你看，照的过程会告诉你这是宝宝的哪里哪里，
每一次照完都会截取一张角度最好的，打印成一张小照片，你可以留作纪念。做完 B 超之后呢，就要去做一个尿检，他会给你一个带盖儿的一次性纸杯，然后你自己去厕所取尿就可以了。然后马桶圈呢，可以撕一点手指，它旁边会有一个酒精喷雾的一个小设备，喷一点酒精在手指上，然后去把马桶圈擦干净就可以了。像我拍的这个卫生间里面，在墙角还会放上4卷卫生纸。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我想应该不会这么放吧，如果放了应该很快就会消失吧。取完尿之后呢，不像在国内的医院，就是你要端着自己的尿走到相应的检验窗口，把尿交给医生。这边的医院至少福冈啊是这样的，厕所里面就会有一个小柜子，你只要把你的尿样直接放到小柜子里面就好，不用端着尿到处走，护士就会把它取走，你就等待那个化验结果就可以了。在等待尿检结果的这个时间里呢，就迎来了一段超长时间的各种说明，我当时听的真的是困爆了，但是没办法，其实他说的内容呢，对于第一次来医院的人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在这里呢就简单的给大家过一下。首先呢是这样一个2页的纸，它主要的内容大概就是你第一次来医院，你不知道每一个步骤你都需要做什么，这个纸里面呢都会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像我前面说的，第一步到了大厅要拿就诊卡，你去打印当天的那个就诊票，如何到每一个楼层去进行你的检查，然后到最终如何去收费处去结账。然后这张纸呢，就是整个的孕期多少周需要来医院检查。前面的阶段呢是3到4周来一次，后面是每2周一次。然后最后呢，每1周都要来，数了一下，这一共是14行，所以整个孕期呢，你大概要来14次的医院。来之后，具体的对应你的周期数，具体要做的相应的检查的一个内容。这张纸呢，说的是除了为病患治疗之外，医院呢也担负着研究的使命。所以如果就诊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典型的案例等等，医院这边呢可能把你的案例放到研究结果的发表会啊，或者刊登在杂志上。但是对于你个人信息的部分呢，他们会用匿名的方式进行一个保护。然后这3本呢，就是日文和中文对照的一个9大病院自制的怀孕指南和生产之后的育儿指南，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一些，跟我们那天去区域所领的都差不多。其中里面有一项它特别的有过标注出来，就是医院的紧急联络电话。如果在怀孕过程中你突然出现身体不适、意外的一些状况，白天就平时工作日的时候联系的电话，夜间和平时休息日的时候需要联系的电话，还有医院的各个入口都应该怎么走，会特别明确的告诉你，以便于你遇到突发状况能够及时去应对和处理。尿检结果出来之后，一切都正常，医生呢又给我安排了一个抽血，也结束的时候我们去3层进行了一个抽血，抽了有5管。但是血液检查的结果呢，要等下次来产检的时候才会知道。所以抽完血呢，今天就终于完事儿，就可以走了。他结账还有办理住院等等的相关事宜，全部都在1层的大厅。来到1层大厅之后呢，先去4号窗口，把你相关的资料、当天的就诊票什么的，还有住城券都交给柜台的工作人员，等待他叫你的名字。大概我们又等了20多分钟的时间，然后才叫到我。这个呢就是今天的一个全部费用的明细，一共花费了8500日元。当我要去交这个钱的时候，我也有点疑惑啊，听说的日本这边都是基本上免费，不需要自己花什么钱嘛。后来我也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因为前3个月胎儿的状态是非常不稳定的，随时可能会有这种流产的风险，或者有一些什么意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一些检查项目呢就是收费的，但基本上就是第一次会收费，之后呢就不会了。
具体的这个规则咱们可能也不太清楚，但反正随着每次去产检有没有花钱，我在最后都会告诉大家。在医生那边做完最检查，他呢就会直接帮你约好下一次来医院看病的时间，在柜台结完费用，护士呢就会给你一张下一次来的这个预约票，上面也会写着具体的时间、到医院的时间和检查的项目。我现在拿的这张纸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惊叹和在意的一个部分。这个呢也是一个社会福利，它主要针对的是脑瘫的儿童。整个产检怀孕过程中，你的宝宝在肚子里可能都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由于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比如说这个脐带绕颈导致窒息啊，在你生产的过程中，孩子变成了一个脑瘫的状况，那你生出来以后，对父母的内心还有对未来的生活都会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个社会福利，就是总额有一个3000万日元的一个补偿。但是呢，它不会是一次把这个所有的钱都打给你，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善于支配金钱和理财，能够合理的去善用这一笔钱。它呢会以一个分期的方式，然后来给你，以便你去抚养宝宝。让我非常惊叹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在中国我是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福利的。如果生出来了，那你就自认倒霉，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把这孩子养大。而日本这边呢，就会给你支持。我听那个翻译姐姐说呢，不仅是这3000万日元，平时日常生活中带孩子出行、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全部都是免费的。具体的细节呢，你自己要去申请，政府部门呢也会来审核你是不是符合这样的条件。医生给我讲完这个脑瘫的这个相关的福利之后，他跟我说要把这个资料在孩子出生的5年之内都要把它保管好，然后他就把资料呢折好了，直接塞到了我的母子手账里。在最后的最后，我想补充一点，虽然对于这个就诊期间护士和助产师没完没了的讲解说明感到煎熬，甚至有点不耐烦，但是当他告诉我怀孕期间如果发生了肚子发硬、发紧、破水、出血等症状的时候，要及时和医院取得联系。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触发到了我的一个伤疤吧，算是。2020年3月底的时候，我失去了一个健康的宝宝，那是我怀的第一个宝宝。直到发生意外状况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身有宫颈机能不全的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随着胎儿越长越大，宫颈口就会越来越松，兜不住胎儿，最终呢会导致流产。我是在怀到5个月的去医院做畸形筛查的时候，医生给我照 B 超，发现我的宫颈口已经开了1指，当即连地都没让我下，就把我平移到另外一张床上，马上去办理住院，直接把我推到了病房。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住院大概住了10天左右，最后还是没有保住我的孩子。医生当时都为我可惜，因为那是一个很健康的宝宝。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什么是宫缩，宫缩来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我在家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肚皮发紧发硬的症状，但是第一次当妈妈完全没有经验，没有那么多的知识储备，我以为肚子偶尔短暂的发紧发硬是很正常的情况，因为它也不疼，对你的生活也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尤其是在吃饭之后发紧发硬的这个情况会比较频繁。另外作为北京人呢，我去的也不是什么不知名的医院，这一方面就不多说了，也许国内有的医院会有这种说明，而我比较倒霉没赶上。但是当我怀上第2个宝宝之后，我马上就联系了相关的医院去做这个环扎手术。不清楚的朋友，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手术。
在我入院做手术的这个期间，和我有相同病症的姐妹，那真的是一批一批的入院做手术。也就是说，每个来做环扎手术的人都至少经历过一次流产。总说现在出生率低，那如果把这个环节做到位的话，是不是就能保住更多的孩子呢？最后话说回来，医疗团队应该传达给病人更广泛的医疗知识。那作为普通人，虽然身体有什么异常情况，我们也会上网去各种搜索，但是总有你想象不到或者是被忽略的点。我不可能把怀孕相关方方面面的知识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如果在怀孕初期，医院有安排这样的详细说明，提前预警一下，那么很大概率我就不会失去我的宝宝。其他国家咱也没去深度体验过，不予评价。但是在日本这边，在我第一次的正式检查就特别强调了这些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第一次的孕检就这样结束了。下一次呢是3周之后，到时候再见啦，拜拜。